梦之神找回了法器，恢复强大的法力，却陷入了迷惘的状态，找不到属于神明的快乐。坐在长椅上的墨菲斯撕扯着面包屑，卷发披肩的女人来到他的身旁坐下，而他正是无尽家族的成员死亡。墨菲斯对死亡说起这100年来的经历，被凡人囚禁的期间，梦境王国支离破碎，他的法器被人偷走不知所踪，直到逃出牢笼，陆续找回神器的他，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力量，而内心深处却时常感到迷茫。起身的死亡斥责墨菲斯的愚蠢，他之所以感到迷茫，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。此时死亡接到了使命，准备离开。在他的邀约下，茫然的墨菲斯决定一同前往。待在阁楼的老人没有责怪他们的不请自来，看着神情和善的死亡，知晓了他来到这里的用意。于是在生命弥留的最后时刻，他闭上眼虔诚的祷告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念完祷文便能来到天堂。在前往事发的途中，墨菲斯告诉死亡，当初凡人巫师是想要抓住他，自己其实是被误抓。死亡回应了答案，微笑着脱掉鞋子继续前行。强壮的黑人不解死亡的身份，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又瞥了一眼湖泊。死亡牵起黑人的手走向远处，身后黑人的妻子却目睹了被打捞上岸的黑人尸体。墨菲斯询问死亡为什么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工作，死亡却说曾经他以为无尽家族中他的工作最难做，因为所有人刚开始迎接生与死，会像接触新的事物那样热情的招待，但时间长了都无法做到坦然面对死亡。即便梦之王重获强大的法力，依旧难掩不了内心的孤独与寂寞。初为人夫的女人转身去拿奶瓶，死亡款款而行，来到婴儿床边，看着牙牙学语的孩子，伸手将他抱起，嘴里念叨抱歉的话语。婴孩似乎知晓了命运，依偎在他的怀里不哭不闹。随后墨菲斯大步走向婴儿床，等待死亡的同时，自己也在沉思。此时他们来到僻静的胡同处，受伤的年轻人躺在地上，看着死亡友善的笑容，恐惧的脸庞露出解脱的神情。下一刻他们来到杂草丛生的郊区，女人看到死亡的来到没有丝毫的慌张。墨菲斯看着这一幕露出思索的表情，随后两人在树林里并肩而行。死亡告诉墨菲斯，无尽家族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人类，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意愿肆意妄为。人类与神明之间相互需要彼此，世界还有许多有趣的人，有趣的事，值得他们去探索。豁然开朗的墨菲斯走到死亡的身前，真挚地向他表达了谢意。死亡的脸上浮现笑容，笑着回答说，家人就是要互相提点。离别之际，死亡告诉墨菲斯，自己还需要收取最后一位逝者的性命。墨菲斯则表示自己也该与老朋友见上一面。 See you, dream. Don't be a stranger, okay? 如果凡人拥有了无尽的寿命，真的会感到无穷的快乐吗？1389年，墨菲斯与姐姐死亡进入酒馆，听到名叫加德林的男人探讨着有关永生的话题，兴致上头的姐弟俩产生了不同的看法。墨菲斯认为任何有理智的动物都不会选择永远去过无聊的生活，死亡则认为结果必然出乎意料。于是他们立下100年赌约，来验证双方之间谁是最后的赢家。随后墨菲斯来到加德林面前，告知100年后在酒馆见面。同桌的伙伴闻言大笑，而加德林表示会在原地等他。过了100年后，墨菲斯询问加德林是否愿意再活一世。加德林表示生活无比美妙，能再活一世自然再好不过。岁月匆匆，又过了100年，此时的加德林成了富有的爵士，他向墨菲斯讲述起生活的美好，感叹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时间来到1689年，衣着褴褛的加德林早已沦为乞丐。看着餐桌上狼吞虎咽的他，墨菲斯询问加德林是否愿意活下去。可即便穷困潦倒，加德林依然选择活下去。一转眼又是100年的时光过去，坐拥财富的加德林变得成熟稳重。墨菲斯开口指责他贩卖黑奴的卑劣行径，加德林虽有异议，最终表示会考虑对方的看法。此时衣着华贵的女人出现。加德林一通拳打脚踢放倒刀客，而约翰娜勋爵中了墨菲斯的法术，双眼翻白的他缓缓下跪。时间来到1889年，再度相逢的他们显然多了不少的话题。在加德林看来，墨菲斯之所以时隔100年相约见面，实际上是因为将他当成了朋友。然而在墨菲斯眼里，加德林的话触犯了他身为神明的威严，于是他愤然起身告诉加德林，以后再也不可能见面了。紧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时隔100年之后，加德林早早来到酒馆等待墨菲斯的到来，就这样从白天等到了黑夜。随后在与酒保的交谈中得知，这间酒馆已经被卖出，即将用来建造新公寓。听到消息后，
加德林的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此时的墨菲斯正被凡人巫师囚禁，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墨菲斯愣愣地看着眼前荒废的酒馆，猛然注意到金属板上的涂鸦文字与箭头，于是循着标记朝着酒吧走去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加德林。加德林抬起头，注意到昔日熟人的面孔，饱经风霜的脸庞露出微笑。久别重逢的他们，终于像朋友一样平起平坐。